冥冥之中终有定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12小时之内，急性心功能衰竭了2次啊！他那个家要什么没什么，你还能救回来，了不起了。要是救不回来，我会死。严肃点儿。你了解完他的情况有什么想法？很奇怪，李爱芳3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术，按理说这么大年纪做手术，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发现。可病历上却说，一直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，病情进展的方式不太对。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？病历上没看到。你在他家的时候，他清醒过吗？有，但是情绪非常低落，感觉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想法。但是大黄也不让他走。真是遭罪，自己遭罪，妈妈也遭罪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常约他们去看连体婴了，更新新的体重体条数据。你看什么呢？这个位置。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？手术挺成功的呀。髋关节尺颈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。3年前的片子了。尺颈曲线侧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，是术后局部机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？所以不是老年病，是中毒。什么毒啊？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，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。再有就是，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，用的是什么材质？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入手术？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。小医人能口定。没有了，除了髋关节，再没有做过什么金属植入手术了。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是在那个老房子里，你去过的。我知道了。你等一等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，还有救吗？你觉得呢？钱小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郑医生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妈，真的。去过好多医院，那帮庸医说治不了，还有人说他83该走了，凭啥？不甘心？他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，凭啥？钱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，去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求求他救救我妈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。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我妈，我真的不能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谢谢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？要不是听见大黄牙说那番话，根本想不到，他原来是个孝子。是啊，还昧着良心说了那么多谎话，又撒泼打滚的，逼着那么好的医生跳楼自杀，却没有想到，他对他妈那么上心，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是有多么的困难，但是他一照顾，就是17年。人都是复杂的，
我知道他对医院还有医生都有一些偏见，所以我让他到医院去做护工，让他知道我们工作的难处。我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，我就让他去跑腿，赚一些外快。我爸之前老说我太好骗了，但是我想的是，毕竟老太太还有我都是陈医生教的。老太太要真走了，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。这17年，他母亲是他的人生支柱。啊，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辛苦了，辛苦辛苦。哦，这么多呀！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啊。什么？伍佰怀疑是脸方的髋关节出了问题，说是有可能被人投放了毒药。不可能，我爸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。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，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，这么认真干嘛呀？你们看这里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，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，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。之前的病历里没有，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历，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。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，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张查理博士开展了钉摩擦关节置换手术，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。首例陶瓷全髋关节在髋臼侧用非骨水泥固定，而在股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柄。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，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。陶瓷材料非常脆，有碎裂的可能。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。还是最新的粉陶，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。只可惜手术失败了，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，换成了全金属结构髋关节。你们家挺有钱啊，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。其实也不是很贵，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。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，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。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。定增的工作跟医疗相关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既然有怀疑，就去验证吧，快去麻木吧。他完全不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艺人跟他爸多像啊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不跟他说吗？哎，千万别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。哎，你们呀！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疤痕组织，而是陶瓷碎片？等结果出来，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，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，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，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丁属毒性耳聋、失明等症状。我就说是中毒吧。你说的是安装毒药。哎呀，那么说比较刺激。他平时一本正经的，逗逗他。郑医生，我联系上那位医生。哪位医生？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。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飞来一趟。好，还算有自知之明。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又要做手术，不能只吃药吗？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，做手术还有一定几率能活下来。要是不做的话，最多1个月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彭总，云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又想干什么呀？我听说连体婴又回海城了。你说这妇儿医院啊，真够折腾。直接说重点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之前跟您提过的手术直播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。云哥，中国经济这40年是一个大周期，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更快加速的阶段。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。我也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但是彭总，别牵扯到证人行吗？这是连体婴分离术，成功率有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但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。打住，别再说了，再说的话，我可不给你面子了。总之，别再来骚扰证人了。结果出来了，
钴元素超标1000倍。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。500，恭喜你啊！钴中毒。干嘛去？去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。找出病因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？他已经坚持了17年。我在他站的这12小时里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别丢下我。”老婆跟他离婚了，儿子又不认他，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，也没有朋友。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。老人现在83岁，这次手术如果失败，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，咱们几个说了不算，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。那我明天去找他。谢小姐，我妈到底是什么病？3年前髋关节置换术遗留的陶瓷碎片导致的慢性钴中毒。郑医生同意给我妈做手术了。这个是骨科的手术，郑医生做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医生。那如果手术顺利的话，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好？这个很难保证，毕竟老太太已经83岁了，我们很难保证她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，而且之前已经受损的听力和视力也不一定能恢复。那就是说，不做手术的话，人随时会走。就算做手术也下不了手术台，就算下来了也会有后遗症，就算手术成功了，也不一定恢复得好，是这意思吗？嗯。我想见见我妈。妈，你醒了。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，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。等咱好了呀，咱们就回家了。好累呀！妈，你说什么？
进。郑医生，想跟你聊两句。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？嗯。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，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，或者说找到了，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？是的。我妈都83了。他经不起那么折腾，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一定有办法了，对吧？郑医生，我知道你还生了个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早些年我更对不起您父亲，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生气。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3里地的路，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。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？我知道，在医生眼里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年，你看着我为我妈尽孝，不如说是她陪着我。前些日子，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。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，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。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，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。可那些孩子呢？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。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了，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？他们就是混蛋，混蛋！其实我也是混蛋啊！我为了我妈玩过命，闹过事儿，害过人。郑医生，我对不起你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？我也不知道。17年前，我妈拉着我，求我救她，她想陪着我，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17年。17年，我的幸福赶不上他痛苦的一半。他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，他疼，他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，时间久了，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。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3年前，他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。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，给他换了髋关节。我本来想让他就好了，我真没有想到我让他生不如死。郑医生，你是救人的医生，你告诉我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？为什么？我妈突然对我说：“她累了，她想放弃。”我就想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坚持手术呢，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，放弃手术呢？我一定听你的。
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。那个时候的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。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金属内质物，只能判断钴金属来自于髋关节，但是不做手术，无法验证这一点。但手术的过程又极其的痛苦，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。在患者的病症面前，医生和家属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，他们是战友。他们要选择一致的方案。虽然我很想在手术中验证自己的答案，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，我会支持你。17年，黄阿国，你做得够好了。你尽力了。谢谢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。我这辈子没有让你享福，我下辈子一定要让你享福的妈。妈，我再送你一程。
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。我是不是来迟了？我刚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，他说是他的责任，他会道歉和弥补的。老太太已经走了。那大黄鸭他……警察送她去殡仪馆了。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，应该能轻判一些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。李爱芳女士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大黄牙因为情节较轻，又身体有恙，应该能争取到缓些。爸，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：什么是好医院？我想，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，他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，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，真的好难。但是我会继续努力，和我的队友们一起，和海城医院一起。
来，秦董，喝水。我不是来喝水的。之前几次给你电话，你都敷衍了事，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。哎呀，秦董，我知道，但要开除证人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啊。证人现在可是我们海城最有名的医生，北大那边也明确表示要挖他过去。啊，我这边刚开了他，北大那边就把他接收了，那可就是高升了。总之，我就是不满意。你看他把海城搞成什么样了？光接入一个科室就搭了那么多钱，而你接手之后大型改革却没有任何成效，也没达到年度目标。证人的团队现在正在准备一台全球瞩目的手术，如果手术成功，转亏为盈是迟早的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都打听过了。那个手术连妇儿医院都放弃了的，人家可是儿科的行家呀。确实难，所以才备受瞩目嘛。所以，按照你这个意思，你这是非要保他不可了？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，毕竟我现在是这儿的院长。院长，行，你这个院长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听说你要直播连体婴分离术，我以为你好点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更疯狂。替补死和肝癌咱们是有把握的，可连体婴分离术没有啊！你们连虚拟都没有攻克，怎么直播？但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医院怎么办？团队怎么办？花儿姐怎么办？证人你想过吗？你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我可以说话了。正是为了医院和院长以及患者家属考虑，才决定这么做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认为陈氏夫妻他们为什么会回来？是因为妇儿那边说只能做到保一争二，也就是说，为了保证姐姐能活下来，妹妹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。正是因为这点，使得他们不再信任妇儿医院，所以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回到海城，来找我们。素云，正是因为这份信任，我们才要拼尽全力的守住他们的救命稻草。那为什么不选择基础手术，非要选择连体婴吗？是因为你和我说，院长要被逼离职。后来我去找了谢宁，跟他聊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。他愿意出钱出力的支持这场直播，与我们共担风险。如果成功，直播的一半的收益给海城，这样就可以帮院长渡过难关。这台手术已经很难了，我不想给你们压力。本来打算模拟成功之后再说的。我还是那个问题，直播时手术失败，怎么办？如果失败了，我会离开海城，加入谢宁的团队，为他搭建医疗帝国。什么？我不想离开海城。素云，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成功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最后决定了，直播连体婴分离术。花儿姐，这件事情背负着所有人的命运，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有时候我觉得，冥冥之中，是陈妙在推动着这一切。为什么？他的梦想在这里，他的遗憾也在这里。于是17年以后，他把郑人送回到了这里。他让老布得到了解脱，放下了心头最大的遗憾。他也让潘老得到了安慰，看到了更出色的后辈。他更是让我当上了院长，体会到了医院的使命和医院的艰辛，还有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。花儿姐，3根竖线，追求医术，固守医德，这才是真正的海城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梦想是梦想，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。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，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，尤其是海城医院，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。我们不是慈善单位。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前期投资太大，回收利润太低。我要业绩，也要人命。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，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，你们更要团结。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。你是个好妻子，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。不要辜负我的厚望，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。世界第一！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漫偶。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。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，脱下白色光环，它也生而平凡，在彼此的眼神间望穿离合悲欢，有什么常在你眼眶循环，留太多遗憾感叹没答案。人生无常，像流水一样，飞得很高，却飘向远方。时光如幻，歌长路漫漫，只有爱是黎明的光，穿破艰难。有时耳语是遥远的呼唤，哪怕我们站在很靠近的对岸，伸出手抓